歼11拦截 RC-135，相距仅3米，如何应对美军侦察机是关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发布声明，一架中国军队的歼11战斗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空对一架美军的 RC-135侦察机进行了近距离拦截。按照美军的说法，歼11当时飞到了 RC-135前方6米以内，还曾出现在距离 RC-135机翼侧面仅3米处。由于歼11的逼近干扰，迫使 RC-135侦察机采取规避措施以避免碰撞。画面显示，歼11拦截时携带有4枚导弹，2枚霹雳8红外制导的空空导弹和2枚霹雳12雷达制导的空空导弹，证明这是一架早期型的歼11B 战斗机。而要说起 RC-135侦察机，大家就会想到美军的 EP-3 电子侦察机。这次歼11B 拦截 RC-135的近距离接触事件，与中美2001年在南海的撞击事件有些类似，只不过是没有发生碰撞而已。事实上，美国在历经中美撞击事件之后，并没有放弃在南海和其他中国近海的侦察活动，反而改用 RC-135侦察机继续对中国大陆进行偷窥和窃听。相比于 EP-3 电子侦察机， RC-135飞机要更大、更高端，是一种以波音707客机为平台发展起来的大型战略级侦察机。它分为多种型号，如 A 型、S 型、U 型、V 型、W 型和 X 型等型号。这些号称是电子情报吸尘器的侦察机，可分别用于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和弹道导弹情报的侦察。它们能吞噬大量的电子信号，可以发现敌方的雷达、导弹、通讯、导航等设备的参数配置和工作频率，从而获得非常重要的情报信息。V 型和 W 型可以收集对手的预警雷达和火控雷达的各种技术参数，并能对其进行精确定位。侦察范围覆盖目前世界上大多数雷达信号以及音频、电传、电报等通讯信息，最远可探测到600到800公里外的电台信号。S 型主要用于侦察弹道导弹试验的情报。可以这么讲，不管这次与歼11较量的是什么类型的 RC-135， 该机对解放军的正常的军事行动、军事训练和日常战备工作都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该机抵近中国周边实施间谍活动，我们当然要管、要监视，不能放任其随意窥探。RC-135对中国大陆威胁比较大的情况有这么几种：一是它可能在侦测解放军的对台演训活动，只要我军进行有规模的军事活动，美军就会以自由航行为名，让 RC-135在附近空域巡航，大量机密参数就可能会被美军搞到手，一旦发生战争，就可能危及我军作战平台的安全。第二， RC-135可能正在收集中国新型武器的试验数据，这个性质也非常恶劣。第三，通过 RC-135常规的侦察巡航，或以自由航行为名，不断逼近中国领土，以试探解放军的反应。由于 RC-135的飞行路线主要是在国际空域，非常考验解放军对演习行动的组织能力。不进行拦截，就会让美军拿到重要数据，采取拦截行动又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相撞风险。比如俄罗斯军队就曾用巴伦支海手术刀的方式收拾过美国出口给欧洲的侦察机。此次歼11B 飞行员展示了大好中华男儿的血性，敢于空中拼刺刀的勇敢精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近距离的拦截行动是有一定风险的。如何在展示我们的坚定意志和技术能力的同时，防止空中相撞，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把握的。既要达成驱逐敌机的目的，又要避免出现意外的情况。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RC-135这样的侦察机的干扰呢？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可以派出各类侦察机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军演活动进行侦察。中国过去曾经多次出动无人机或者是电子侦察船进入美日演习区域附近进行观察和监视，但是舰船的航行速度比较慢，有时候赶到目的地时，对方的演习已经进行一半了。无人机倒是能够快速抵达目标区，
但由于它们的个头比较小，不可能像 RC-135一样装备大量的探测设备，这就需要中国配备一种能够进行空中加油的大型电子侦察机，让美国军队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面临被干扰和侦听的局面。这个必须有。第二，我们应该装备一种能够对 RC-135实施近距离电子干扰的飞机。只要看到 RC-135前来，就派出电子对抗飞机贴上去，就近实施大功率的电磁干扰，让美机的侦察活动徒劳无功。第三，可以开发一种大型长航时无人机，对 RC-135实施近距离的驱离。即使双方发生了空中相撞的情况，由于无人机上没有飞行员，不存在人员损失的风险。这样做可以大大增加美军侦察机驾驶员和机组人员的焦虑感，让其难以顺利地实施情报收集工作。总之，中国飞行员这一次虽然干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也需要研究更多的能够应对美军侦察机的好办法。毕竟，凭借我国现有的军事实力，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